好吃不过家常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这个秋葵炒鸡蛋呀，到底是先炒秋葵还是先炒鸡蛋呢？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搞清楚的。那么今天阿鹏呀，就教你正确做法。按照我这方法炒出来的秋葵炒鸡蛋，吃起来呀蛋香四溢，再搭配着脆嫩滑润的秋葵，吃起来呀别有一番风味的。作为一道经典的家常菜，好吃的同时做起来呀也非常简单的，哪怕是厨房小白，我们在家里就能轻松操作。接下来呀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呀，我们准备的食材有2块多的新鲜的秋葵，再搭配着4个5毛钱一个的新鲜的鸡蛋，这里总共的食材花费是5块钱。接下来我们先将秋葵放在大盆里面，先给它处理清洗一下，往盆子里面添加1大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倒满清水，没过秋葵，将其给它浸泡起来。我们用手将食盐搅拌均匀，让里面的食盐可以充分的化开。搅拌均匀之后呀，我们先把秋葵先放开一旁浸泡片刻，备用。这个秋葵呀，在经过浸泡10几分钟以后，我们再下手将它清洗一下，用手将秋葵给它不停的搓洗一下会，把秋葵表面的一些绒毛和脏东西、灰尘、杂质等等全部的搓洗下来。因为食盐它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，我们将秋葵先用淡盐水先给它浸泡一下，再进行清洗。这样子的话，就可以很轻松的将秋葵表面的一些虫卵和细菌给它清理下来。这个秋葵呀，在经过第1遍的清洗过后，接着控水捞出，再重新的加水给它再清洗一下。因为秋葵的特殊结构，表面的绒毛特别的容易藏有脏东西的，所以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要尽量的将其多清洗2遍。经过反复的清洗过后，这秋葵呀就特别干净的了。接着控水捞出，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开始锅中烧水，往里面添加1大勺的食盐，降加底味，然后再添加适量的食用油。在这里需要注意，任何的青菜在焯水的时候添加适量的油，可以让焯水出来的青菜颜色更加翠绿，不容易发黄，也不容易变色。这就是饭店厨师处理青菜的一个比较常见的技巧了。等到锅中的水完全烧开以后，我们再把秋葵给它放进锅里面，将它焯水一下。因为这个秋葵呀，它是浮起来的，所以我们在焯水过程中用锅铲给它不时的按压，再搅动一下，让秋葵可以在锅里面均匀的受热成熟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秋葵呀需要整根焯水的，不要切开焯水，切开以后它的粘液就流失掉了。秋葵焯水的时间要稍微的久一点点，大概焯水个2到3分钟，需要将秋葵完全的焯熟了。我们将秋葵焯熟以后，接着呀迅速的将其控水捞出，再立刻的放到冷水里面给它浸泡一下，过冷。经过冷水的浸泡过后，可以更好的锁色，让秋葵的颜色更加的翠绿。我们将秋葵给它浸泡个大概2、3分钟就可以了。接着呀，先把秋葵控水捞出，下一步进行改刀处理。我们先将秋葵的头部给它切下来，去掉不要。最后呀，我们再将秋葵给它改刀切成一个一个的小星星。这秋葵的内部有特别多的粘液，我还记得小时候这个秋葵呀特别的不爱吃的。小时候觉得秋葵里面黏糊糊的，特别的恶心。但是长大了以后反而特别喜欢吃，不管是炒着吃、凉拌着吃都特别超爱。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？我们将秋葵给它全部的改刀切好以后，接着呀给它装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碗中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，往小碗里面添加大概3到4个新鲜的鸡蛋。鸡蛋打进碗中以后，在这里呀暂时的不需要调味，我们用筷子给它持续的搅拌一下，把鸡蛋给它彻底的搅拌均匀。我们将鸡蛋给它持续的多搅拌一小会，让蛋白和蛋黄给它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把鸡蛋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呀再把蛋液给它倒进秋葵里面。为了让鸡蛋炒出来更加的香嫩，我们再往里面再添加少许的水淀粉，少许就好了。下一步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就可以了，其他什么调料的就不用放了。调味以后，我们再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，将它搅拌均匀。我们将它持续的多搅拌一小会，让里面的食盐可以充分的化开，直到和蛋液秋葵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
我们将它完全的拌均之后，接着呀，先放开一旁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开始正式的烹饪。首先呀，往锅里面添加稍微多一点点的食用油，油热以后，我们再将秋葵和鸡蛋倒进锅里面。下锅以后，我们立刻马上用锅铲将秋葵和鸡蛋摊开摊薄。这个时候的火候呀，我们是开中小火的，把鸡蛋和秋葵慢慢的进行煎制。将它摊开以后，再给它煎制一小会，等到底部的鸡蛋开始凝固了之后，我们再轻轻的晃动一下铁锅，经过晃动改变一下蛋饼的受火位置，让鸡蛋可以均匀的受热成熟。这个煎鸡蛋呀，不能操之过急的，一定要开中小火，给它慢慢的进行煎制，慢慢的将鸡蛋进行煎香，这样子出锅以后，这个鸡蛋呀吃起来会更加香，更加好吃的呢。我们将鸡蛋的底部给它煎至金黄焦香以后，接着呀，我们再用锅铲将鸡蛋饼分切一下，接着呀，我们再将其进行翻面。这样子翻面是非常的方便的，而且呀，对新手也相对的比较友好一点。我们将鸡蛋翻面以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看起来呀色泽金黄，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呢。因为鸡蛋成熟的过程中需要滋油的，所以翻面以后，如果感觉到油比较少，可以在沿着锅边添加少量的食用油进去。这个食用油也不用特别多的，少许就好了，不然出锅以后吃起来就会比较油腻了。翻面以后，还是同样的开中小火，给它慢慢的进行煎制，把鸡蛋给它两面都煎香。中小火慢煎大概2分钟以后，我们再将它再翻面一下，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这一面呀，也同样的给它煎至色泽金黄了，闻起来就特别香。我们将鸡蛋两面都煎至金黄焦香以后，接下来呀，再用锅铲把鸡蛋给它捣碎一下，把鸡蛋饼给它随意的切分成小块。这样子相对整块鸡蛋饼来说更加方便后续的夹取食用。就这样子一道香喷喷的家常秋葵炒鸡蛋，我们就这样子制作完成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整个厨房都飘满了鸡蛋的蛋香味，闻起来就特别有食欲。之后我们将其关火，再出锅装盘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秋葵炒鸡蛋，出锅以后香味四溢，蛋香浓郁，让你吃上一口之后就绝对的爱上了。如果您也喜欢的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